南亚战火再起，巴边境全面失控，出事了！美国与古巴海上开战，中东要变天，美军兵力异常集结，俄本土再交火，指挥官阵亡，无之机白俄腹地，驻俄中国人危险，瑞士重拳出击，莫斯科慌了。南亚局势骤然升级，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快速走向公开军事对抗。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霍贾·阿西夫日前公开表示，在经历数月边境冲突与相互指责之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已进入公开交战状态。他强调，巴方的耐心已到极限，不会再对跨境袭击保持克制。据巴方通报，巴基斯坦军队对阿富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跨境打击行动，称锁定了与武装组织相关的指挥节点、弹药库及前沿阵地。行动覆盖包括首都喀布尔、坎大哈以及帕克提亚等地区。巴基斯坦军方表示，此次行动旨在清除威胁其边境安全的武装势力。根据法新社报道，阿富汗方面称，其边防部队曾对巴基斯坦边境阵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回应此前空袭所造成的伤亡。驻地记者表示，听到爆炸声与战机飞跃声，显示冲突确实已扩展至更大范围。两国关系自去年10月爆发致命交火后持续恶化，边境口岸多数时间处于关闭状态。伊斯兰堡长期指控阿富汗境内武装组织策划并实施对巴基斯坦境内的袭击，但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否认相关指控，称其并未纵容针对巴基斯坦的武装行动。此前，在卡塔尔与土耳其斡旋下，双方曾短暂达成停火并展开谈判，但未能形成长期机制。随着近期冲突频率与规模上升，军事对抗已明显取代外交沟通成为主要手段。巴基斯坦军方宣称，在最新一轮行动中摧毁多个武装据点，并造成对方重大人员与装备损失。不过，相关战果数据尚未获得独立来源核实。阿富汗方面则强调，其部队将继续捍卫领土安全，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局势升级风险。联合国与地区国家已发出降温呼吁，担忧冲突扩大将影响整个南亚安全结构。分析人士指出，巴阿边境长期存在武装渗透、反恐分歧与难民问题等复杂因素。本轮冲突虽有直接导火索，但根源仍在于多年未解的安全互信缺失。外界认为，当前局势的关键在于双方是继续通过军事手段强化威慑，还是重新回到谈判轨道。如果缺乏有效的外交机制与第三方调停，边境冲突有可能演变为长期消耗性对峙。在美古关系持续升温的背景下，一起突发海上枪击事件再度把两国推向舆论焦点。2月25日，古巴政府通报称，一艘在佛罗里达州注册的民用快艇闯入古巴北部海域，在维拉克拉拉省外海接近法尔科内斯礁航道时，与前来核查的古巴巡逻艇发生交火。古方称，对方率先开枪，导致一名巡逻艇指挥官受伤，古巴部队随后还击，造成快艇上4人死亡，6人受伤。涉事船只注册号为 FL7726SH， 为一艘1981年建造的24英尺 Proline 渔船。古巴强调将捍卫领海主权，并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中。美方迅速回应。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表示，该事件并非美国政府行动，美军或美国海岸警卫队均未参与。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将展开独立查证。他指出，在公海发生枪战极为罕见，必须查清事实。佛州联邦众议员卡洛斯·吉梅内斯则呼吁确认死伤者中是否包括美国公民或合法居民。有美方官员透露，这艘船可能属于民间自发行动，疑似试图接走在古巴的亲属。分析人士认为，此事更像一起涉及移民或出逃背景的民间行动，而非两国军事对抗升级。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布莱恩·丰塞卡指出，古巴选择以武力回应，既是对海上边界的强硬宣示，也带有威慑意味。与此同时，部分评论认为，事件规模有限，美方并未介入，不足以构成美古关系的重大军事升级。值得注意的是，事件发生的时间点颇为敏感。
今年正值1996年兄弟救援队事件30周年。当年，古巴空军击落2架由流亡人士组织兄弟救援队运营的民用飞机，导致4人死亡，美古关系急剧恶化。那起事件至今仍是两国关系中的历史伤痕。部分美方人士因此对古巴官方说法保持谨慎，强调必须独立调查，避免重演历史争议。与此同时，美古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也在加剧。美国近年来持续加强对古巴的能源与金融制裁，几乎全面阻断其石油来源，使古巴经济承压。古巴长期依赖委内瑞拉、俄罗斯及伊朗等国支持，如今外部环境趋紧，能源短缺问题日益突出。美方本周宣布，计划允许美国能源企业向古巴私营部门供应燃料，被视为一项精准施压策略，既加深古巴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又试图削弱其国有体制的控制力。在这一背景下，川普于2月27日发表引发关注的讲话。他表示，古巴政府处境非常艰难，正在与美国进行非常高层的接触，并提到未来或许存在友好接管古巴的可能性。特朗普称，古巴没钱、没石油，也没粮食，美国可以为流亡海外的古巴人做一些积极的事情。这一表态被视为迄今为止他对古巴问题最直接、最详尽的一次公开发言。在美伊紧张情势持续升温之际，美军在中东与印度洋周边的兵力调动明显加速。多个 X 平台军事观察账号结合商业卫星影像分析指出，美国空军与海军正在强化前沿部署，规模与密度已超出例行轮换的范畴。根据网传信息，超过8架 C-17战略运输机横跨大西洋飞往中东， F-16战机被运抵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 F-22猛禽隐形战机则从英国基地起飞转场至中东。还有影像显示，疑似11架 F-22出现在以色列南部的奥夫达空军基地，并伴随 MIM-104爱国者防空系统组建。这些迹象若属实，意味着美军正在同步强化制空与防空能力。印度洋方向同样引发关注。作为美军长期战略支点的迪戈加西亚被曝出现大量加油机、运输机与侦察机集结。沙特的普林斯苏丹空军基地则据称出现 E-3预警机与 KC-135加油机编组，这种组合通常服务于长程打击或大规模空中行动。地中海方向也传出消息，称美国海军航母杰拉德·福特号停靠克里特岛附近海域。整体来看，美军在多个方向形成呼应态势。与此同时，外交层面的气氛同样紧绷。美国国务院突然要求驻以色列的非必要外交人员及家属撤离，驻以使馆发出紧急提醒。然而，在军事部署升温的另一侧，谈判并未完全关闭。在瑞士举行的间接会谈结束后，阿曼外交大臣赛义德·巴德尔·阿尔布塞迪表示，美伊围绕核问题的磋商取得进展，双方将各自回国咨商，并计划在维也纳举行技术层级讨论。会谈中，伊朗外常与美方代表进行多轮接触。伊方称，部分议题已有共识，但在制裁解除与核限制范围等关键问题上仍存分歧。美国方面尚未给出完整评估，但有官员对外界表示，谈判具有正面意义。外界普遍解读，这或许是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在是否采取军事行动前的关键窗口期。俄乌边境局势再起波澜，多方前线消息披露，乌克兰疑似在2月26日前后对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发动了一次小规模突袭行动，目标直指俄军在当地的指挥体系。据亲乌军事频道透露，乌克兰特种部队可能进入布良斯克州亚斯诺耶索恩采一带，先行摧毁俄军观察哨，随后对指挥所实施打击。相关说法称，行动完成后，突击人员已撤回乌克兰境内，整个过程更像一次打了就走的精确突袭。俄方渠道则否认本土被突破，表示交火仅发生在边境区域，并声称以击退来袭力量。类似的说法在过去多次边境摩擦中也曾出现，双方叙事差异明显，具体细节仍有待更多独立信息佐证。就在相关消息传出之际，别尔哥罗德州一处电力设施夜间遭袭。
现场画面显示，远处闪现强光，并伴随爆炸声。若能源基础设施持续受损，或将对当地民用与军事供应造成连锁影响。与此同时，乌军对乌东俄控区的打击也未停止。在卢甘斯克，一座大型油库遭无人机攻击并引发大火。尽管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但能源与后勤设施依然不时成为远程打击目标。4日清晨，油库周边仍可见浓烟升腾，火势波及附近建筑。在乌克兰战场，最新消息显示，短短72小时内，乌军在扎波罗热东部撕开18公里缺口，收复12个定居点，约300平方公里土地，相当于俄军2025年全年推进成果。俄军前线混乱，弹药燃料断绝，多支部队被分割包围，装甲旅遭重创。不过，尽管乌军取得阶段性胜利，但俄军已紧急调动精锐预备队驰援，同时春季翻江期即将到来，重型装备行动受限。据悉，从2月中下旬开始，乌军就在扎波罗热东部发起精准渗透突袭，依托第95空突旅、第92突击旅等精锐部队，将防线化整为零，多点渗透，精准破袭。数百个10至15人的渗透小组在夜色和大雾掩护下，穿插俄军阵地后方，摧毁补给卡车、油料库和弹药储点，切断第36旅、第5旅等前线部队后勤动脉，使俄军陷入弹尽粮绝、指挥瘫痪的困境。技术因素加速了战果形成。俄军长期依赖未经授权的星链终端构建指挥闭环，但 SpaceX 近期启动白名单制度后，俄军通信链路几乎瘫痪，巡飞弹与无人机失控，出勤效率下降70%。乌军同时利用热成像无人机、小型履带式运输平台和去中心化指挥模式，实现侦察、打击、清剿的完整闭环。另外，2月27日，马里乌波尔方向再传战报，乌军第413无人机团公布画面，显示其在郊外区域击中一套俄军防空系统。画面中可见目标发生剧烈爆炸，外界普遍判断为铠甲 S1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铠甲 S1 定位于近程防空，专门拦截低空无人机、巡航导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即雷达、导弹与高射炮于一体，是俄军野战防空的重要一环。此次被击中的型号，据称搭载 MZKT 轮式底盘，这种底盘版本机动性更强，转场速度更快，通常被部署在关键节点或高价值目标周边。若确认损毁，对俄军局部防空部署将造成一定影响。从公开画面来看，此次攻击采取超低空贴地飞行方式，无人机利用地形遮蔽，在接近目标前尽量压低高度，缩短被雷达发现与反应的时间窗口，最终实施撞击式打击。这种地形隐蔽加末端突防的战术，正成为当前无人机对抗防空系统的典型思路。防空系统本应是猎手，却在特定条件下反成猎物，凸显出现代战场攻防转换的速度之快。克里米亚方向也传出重磅消息，俄军一名负责 S-400 防空系统的高级军官哈桑·图姆戈耶夫中校，在一次乌军精准打击中身亡。对俄罗斯在当地的防空部署而言，这无疑是一记沉重打击。图姆戈耶夫并非普通军官，据俄方过往宣传，他曾在国际防空竞赛中获奖，被视为防空系统领域的骨干力量，长期参与 S-400 凯旋的部署与指挥。S-400 被俄罗斯定位为核心远程防空系统，射程覆盖广，拦截能力强，是克里米亚防空网络的重要支柱。根据乌方披露的信息，此次行动发生在夜间，乌军通过侦察与情报手段锁定目标位置后实施精确打击，相关阵地遭到严重破坏。若消息属实，这不仅意味着一名关键指挥官的损失，也可能对俄军在克里米亚的防空协调与指挥链条造成阶段性冲击。与此同时，乌克兰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对外宣布，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为俄军沙赫德无人机提供制导支持的中继通信网络已被摧毁。若这一说法属实，这将是乌军近期一次具有技术与战略双重意义的反制行动。所谓沙赫德无人机，通常指俄军大量使用的 Shahed 136。
这类巡飞弹成本较低，航程较远，主要用于对城市能源设施、军用仓库和基础设施实施消耗式打击。为了提升命中率与抗干扰能力，相关系统往往依赖导航修正与数据中继支持。如果中继节点遭到破坏，确实可能削弱其路径修正与协同能力。乌方称，这套网络长期为俄军自北线方向发动无人机袭击提供技术支持，尤其对基辅及乌克兰中部构成压力。若白俄罗斯境内的通信或制导设施被摧毁，短期内或将迫使俄方调整航线、增加飞行距离，甚至改变发射阵地布局，从而影响打击效率。不过，战时信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相关说法仍需多方独立信源验证。值得关注的是，这是乌方罕见公开提及对白俄罗斯境内军事目标采取行动。白俄罗斯与俄罗斯关系紧密，其境内此前被用于俄军训练、部署与后勤支持。乌方多次强调，任何为俄军行动提供直接支援的设施都可能被视为合法军事目标。此类表态无疑释放出更强硬的信号，也可能加剧区域紧张态势。乌克兰战场再现技术突破。多方消息称，乌军日前在实战中首次动用激光武器，成功摧毁一架俄方来袭的无人机。这被认为是激光系统在俄乌冲突中的首次公开实战记录之一，也标志着战场形态正在加速演变。据报道，2月26日晚，俄军再次对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乌克兰防空系统全面启动。除地面部署的 MIM-104 Patriot 防空系统参与拦截外，乌克兰空军还出动了一架经过改装的安-28轻型运输机，在空中执行特殊任务。行动中，这架飞机搭载的迷你激光武器成功锁定并击毁了一架正在逼近城市目标的 Shahed-136 无人机。值得关注的是，根据2025年11月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的临时条例，18岁至65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外籍男性，如申请俄罗斯长期居留许可，需签署同意在俄军或与紧急状态相关的军事单位服役至少1年。条款适用于持临时居留满1年者，或拥有俄罗斯公民直系亲属并长期居住者等情形。中国驻海参崴总领馆已发布提醒，建议相关公民审慎评估法律风险与身份安排。这项规定被外界视为在兵源承压背景下，将移民政策与军事义务挂钩的制度性调整。与此同时，外媒披露，俄罗斯征兵系统内部流传一份不得招募国家名单，涉及36国，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伊朗、土耳其、埃及、沙特等。今年2月又新增哥伦比亚、阿根廷、索马里与伊拉克等国。相关决定的具体层级尚不清楚，但分析认为，这可能与外交考量及国际舆论压力有关，也反映俄方在外籍兵员管理上的收缩与筛选。外界还关注到，在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部分新生儿在2月23日祖国保卫者日出院时，被安排穿着缩小版空降兵制服。这一举动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讨论，支持者称其为爱国传统的延续，批评者则认为，这种象征行为体现出战争背景下国家叙事的前移，军事符号正渗透至日常生活场景。战争不仅体现在战报与伤亡数字，也在社会文化层面留下痕迹。日前，一向以中立著称的瑞士联邦委员会，这一次出手却毫不含糊。随着全面跟进欧盟对俄第19轮制裁，瑞士等于公开表态，在俄乌问题上，它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明确站队的一方。最引人关注的是能源这一刀。瑞士宣布，自4月25日起，全面禁止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虽然为既有长期合同设下过渡期，缓冲到2026年底，但方向已经十分明确，俄气时代正在瑞士落幕。此前，瑞士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并不低，尤其德语区更仰赖俄气供应。如今果断转身，既是与欧盟步调一致，也是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能源从哪里来？价格如何稳？供应链如何重组？这将是摆在伯尔尼面前的一场现实考验。如果说能源禁令是断血管，那金融制裁就是掐喉咙。瑞士向来是全球金融枢纽，如今却主动堵上了俄罗斯可能绕道的后门。
对俄公民和企业的加密货币服务被全面叫停，交易所、数字钱包、链上服务一律纳入禁令，甚至连卢布担保的 A7A5 稳定币交易也被单独封杀。换句话说，俄罗斯试图通过数字资产规避传统金融封锁的空间正在被压缩。与此同时，专业通讯服务的支付禁令延长，俄金融系统与外界的信息通道也再度受限。贸易层面的打击同样精准。瑞士把目光对准俄罗斯的重要创收品类，禁止进口脂肪足听合物等关键产品，从源头削弱相关收入来源。更具针对性的是军工配套领域，涉及武器系统生产所需的特定金属与燃料产品被列入新的出口限制清单。这种卡脖子式管控瞄准的是俄罗斯军事生产的供应链，而不仅仅是账面数字。服务业也未能幸免。尖端科技、人工智能等高附加值领域的服务全面受限，旅游相关服务同样被纳入管控范围。凡是未被明确豁免的俄罗斯政府相关服务，都需申请特别许可才能开展。等于说，俄瑞之间的服务往来被套上了一道道审批关卡，流动性大幅下降。白俄罗斯也被一并加码。由于在俄乌冲突中的角色，瑞士同步接入欧盟2025年10月针对白俄的新限制措施，从贸易、服务到加密货币监管全线收紧。这些措施早在2月26日便已生效，节奏相当迅速。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